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藏玩閣應龍位英雄級的這一款天笑，也是跟之前的一樣，裡邊會帶一個小小的 Q 版造型。我們先來看這個特點，小可愛的天笑造型來說也是非常萌的，還是需要自行拼裝一下的，但是過程呢也是比較簡单，变形也是比较好玩的。首先我们把腦袋拧個180度，後邊的這個蓋子遮住眼睛。下方的這個鳥嘴抬起來，根部是有一個滑槽的，把它推上去，然後和腦袋後方這裡進行結合。哎，現在的這個樣子，鳥頭人，哎，獅驼嶺的三大王，翅膀打開，稍微的往後轉一下，打開小臂的蓋子，拳頭翻折進去。這一塊的變形會稍微有一點阻礙，說明書讓你插拔這個翅膀，其實不需要拔下來，倒是也可以解決。我們稍微的轉橫挪開以後。把這個肩膀往後旋轉，換一下位置，再把這一塊擰過來。其實結構還是很好理解的，讓開這個關節，把肩膀放到後背來。接着順着胸口這一塊打開90度的胸甲位置，裡邊有一個根部的雙關節，從前邊拉一下，抻出來裡邊的鳥脖子，後方這裡的2個小鎖扣，把脖子固定上。上方這裡我們剛才已經拉出了這個 Z 字關節，哎，往上一扭。胸甲就可以蓋起來了，順着大腿根兒把爪子拧到前方來，最後屁股插上大槍，兩側的扣子和小臂進行結合。作為一個特點的小玩具啊，變形過程也是很簡單的，但是2個形態把握的程度還不錯啊。翅膀這裡也有多段的活動，合體形態就更簡單了，直接把這2個翅膀拔下來，最後是合體的大翅膀。然後手臂中間的扣子打開，武器卸下來，頭部把這個 Z 字關節放下去，然後手臂轉過來，順着這裡邊旋轉一下，團起來，背後的連接位點撥開，腿部就是折一個90度，往這一貼，爪子可以旋轉180度緊貼過來。作為一個贈品的特點，我覺得這一款雖然是一個拼裝的小玩具啊，做的還是挺有意思的，用料材質也不錯。那我們也是來看看这一款的本體，翅膀根部有多段的關節，可以跟這樣完全的延展開，打起來。2把大刀可以擺在腰間，當然也可以通過側面這裡的插扣放在翅膀的下方。這個樣子翅膀會更加的誇張哦，比起本體都大出來這麼多呀！除了雙刀本身單獨可以握持之外，還可以順着這裡邊的插槽對着合一下，變成一把這樣的雙刃劍。造型的樣子、塗裝細節做的都是非常棒的，身上的這些印刷條紋刻畫。拿起來，其實別看它是一個英雄級，還是挺有分量的。主要的關節都使用了合金的材質，頭部這裡球形關節左右可以來回的活動，並且根部這裡脖子是2段關節，可以往後折、前抬。肩胛這裡是獨立活動，肩膀根部是一個大型的球關設計，所以平舉、來回活動範圍也很大。二頭肌根部可以旋轉，胳膊肘2段的合金關節，屈臂的幅度可以对折起來，手腕左右旋轉，4指連在一起的可动手，腰部360度，它其實是上下的2個軸啊，都是可以轉的，也是合體的一個關節需要，按自己的需求調整。前裙甲是雙段的關節，往上翹一點點，往前折動的時候，基本上就可以抬到90度了，後踢大概有45度左右。側抬的話，90度支撐範圍沒有問題。大腿根部左右這裡可以旋轉，但是需要注意前方膝蓋這個誇張的機甲造型。膝蓋這裡有一個2段的合金關節，可以折到90度。腳踝左右接地，整腳範圍很大，前後也有一定的活動範圍。腳尖這裡獨立的旋轉。其實大小2款變形過程都是差不多的。掀開後蓋，把拳頭藏起來。翅膀和肩膀的位置同樣讓開這個關節，但是因為大比例的這個肩膀的關節是外托式的，所以干涉的問題不會特別嚴重。然後我們再把這一段折過來，轉到後邊，順着這裡把胳膊扭正，放下來。在下方這裡有一個插樁和關節這裡的一個凹槽進行結合。
扣上。下一步把脖子順着这裡邊拉出來，頭部同樣旋轉180度，前方的這個鳥喙抬起來，跟腦袋插槽結合，後邊的這個冠子放下來遮住眼睛，繼續順着胸甲這裡掰開，裡邊的一個雙段的關節往出抽拉，提上來以後，同樣後邊的一個插槽結合，把脖子拉出來鎖上。後邊的变形更簡單，裙甲左右提起來90度，腾開空間，腿部往開拉一點點，旋轉180度，還是注意這一塊前方大的膝蓋甲。鳥爪子90度翻下來，當然配合後腳跟也可以擺出這個抓握的姿勢，再加上小腿這兒的一段關節，我們可以往前的彎折，捕獵的造型。最後把翅膀延展開，根部這裡的爪子拉出來，大件順着這個孔插上。好，偽裝形態我们也就变形完成了。哇，尺寸來說還是非常大的呀，畢竟翼展很誇張，而且這個仿生性做的還不錯。曹芒格的這套設計得益於翅膀上非常多段的可動關節，所以很輕鬆的就可以擺出來趴伏收起翅膀的姿態。相比起小比例的那一款，脖子這裡有了更大的活動範圍，更多的折動關節，同時還能左右歪頭。倒是不管大的小的，嘴部都是可以打開的。大的這一個就很像是一個翼龍的嘴了，小的這個卻因為前方平平扁扁的造型，甚至還有點像個小鴨子，就更可愛了呀。我忘了一點，合體的時候是要把這個腦袋縮下去的，壓到胸膛裡。所以大的這款其實結構竟然也是差不多的。我們把這一塊的胳膊先挪開，然後順着根部的滑槽，整個把2個翅膀揪下來，脫開摘掉以後，胳膊再擰回來，胸板這裡打開，同樣脫開後方的鈎子，雙關節把這一塊折進去，合上胸甲，鳥頭放下來，胳膊旋轉回正確的角度，擰過來，上方這裡會有一個扣子，稍微打開肩胛，旋轉90度，對折過來以後，讓這一塊進行連接。腿部掰過來，旋轉個180度，雙腿通過扣子結合在一起。記得膝蓋一定是一個垂直的狀態，然後把2塊裙甲包過來，側面這裡的孔對應腿上邊的凹槽結合，鎖上，全給它扣住。裙甲雙關節往下搓動，胳膊肘稍微擰一下，轉到這面來，合體的關節掰起來，腳尖收起來，旋轉180度，順着小腿的關節往後折，同時腳踝再往前，一個 Z 字疊放過來。最後掏出大手，打開這個蓋子，順着這裡滑槽，我們給它套進去，推到底，前方這裡的鎖扣和裙甲的扣子進行連接。這個結構還是非常簡單的，其實跟這一款小的是異曲同工的效果啊，基本上的變形邏輯是差不多的。不過大的這一款零件上面會有更多的細分，塗裝方面也會顯得更加的精緻。而且目前小的並沒有帶大手啊，估計會在後院的成員裡邊推出。英雄級這個中檔的尺寸還是非常適合把玩的。相比起之前那個大的來說啊，英雄級的這一款變形過程非常的簡單。而且最後處理完的3形態效果感覺還是可以的，但是不知為什麼我個人還是更喜歡這一套 Q 版的特點小可愛，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想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，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